小菜子，你出卖我！奴才发现这幅画的时候，已经当场被季公公抓到了。画画的不错，这刺青很特别。皇后娘娘言下之意是，虽然妹妹一直跟本宫作对，但是本宫宽宏大量，反而想跟妹妹你合作。莫非姐姐想联合妹妹对付皇贵妃？哼，果然聪明。你也再无拒绝本宫的理由。如今，你已经不能再倚仗皇太后这座靠山，还是乖乖的听本宫话好了啊！妹妹并非不想跟姐姐合作，只是怕妹妹没本事帮姐姐除去皇贵妃这颗眼中钉。你想拒绝本宫？你不怕皇上看见你这幅画像？怕。不过到时候皇上会明白，是因为上九保威胁才会有这幅画。到时皇上只会同情静瑜。你还是少跟本宫来这一套。你不够道行。如果奴才不如实说出来，皇后娘娘会把奴才交给皇上的。本宫有一个一石二鸟的办法，可以帮你解决所有的麻烦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妹妹想来找姐姐要兰花种子，谁知道却看见泥里边有只手露出来。依兰，上九保的尸首被发现埋于花圃，你有何解释？依兰并不认识上九保，也不知为何他的尸首会藏在花圃之内。再说，有人刻意藏尸，意图嫁祸依兰，也不足为奇。本宫并非怀疑妹妹，不过，不知你2日前是否到过花圃，又做过些什么？2日前，彩乔生病，只有崔嬷嬷整天陪同依兰在花室之内打理花卉。就是只有崔嬷嬷能够为依兰你作证。崔嬷嬷，全皇贵妃所言是否属实？崔嬷嬷，为何还不如实回答本宫？崔嬷嬷，怎么回事啊？大胆奴才，是不是要大刑伺候才肯说？皇后娘娘恕罪，奴才说实话了。案发当日，奴才根本就没跟皇贵妃娘娘一起，花圃花室中只有奴才一人打理，皇贵妃娘娘根本就没跟奴才在一起，她并没露面。崔嬷嬷，崔嬷嬷，诬告妃嫔，罪革致死，你老实回答朕。2日前，全皇贵妃到底有没有跟你在一起？没有。皇贵妃娘娘其实认识上九保多年，他们关系密切，互相爱慕。崔嬷嬷，你为何要这么说？奴才叩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你在承乾宫内搜到什么？回倪公公，奴才在皇贵妃娘娘寝宫搜到这个玉戒指。皇上，奴才认的这个玉戒指是上九保的。依兰，为何连你也要来骗朕？皇上，依兰没有撒谎，依兰真的没杀人。来人，把皇贵妃软禁承乾宫，待皇儿诞下再做处理。这，皇上。崔嬷嬷，你别这样，你别理我。主子，崔嬷嬷，主子，主子，奴才真是对不起你。崔嬷嬷，
你为何要这么做？奴才只不过是迫于无奈啊！娘啊，你一定要救女儿啊！彩兰，你怎么会杀人呢？那个乐师跟女儿以前相识，他手上有女儿一幅裸画。裸画？只能怪女儿年少无知，误信上九保那个坏人。如今他竟以裸画要挟我，还想跟我……娘，我是迫于无奈才杀他的。你一定要帮女儿，如果此事被人揭发，女儿一定会被处死的。你叫娘如何帮你啊？我要你把杀人罪名嫁祸给全皇贵妃。不行，不可以这么做。难道娘忍心看着女儿被拉去问斩吗？娘啊，你不救女儿，女儿只有死路一条啊！崔嬷嬷，你怎么可以出卖娘娘呢？你就让娘娘当你是额娘一样啊！奴才从来没对彩兰尽过做娘的责任，这次就当是奴才偿还给她。就算主子恨奴才一辈子，奴才也无怨尤啊！本宫不想再看见你。主子，主子，奴才对不起你。不好意思啊，两位姐姐，打扰你们一会儿。请问前2天你们有没有经过皇贵妃的花圃？有没有看见什么人经过？身为皇贵妃，竟然不知检点，还有杀人灭口呢。其实可能与皇贵妃无关，也许是乐师上九保太过分了。佟贵人何出此言啊？告诉你个秘密吧，其实被皇上选入宫之前，我是戏班出身的。佟贵人，原来你……皇上就因为要册立我为贵人，才帮我成为舒木路郎中的干女儿。答应我，这件事千万别告诉其他人。上九保当时也是戏班乐师之一，我记得那会儿他和还是宫女的静贵人来往甚密。佟贵人，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佟贵人，奴才求佟贵人救皇贵妃娘娘，求佟贵人救皇贵妃娘娘一命，求求你！到底你们谁这么大胆，敢撒谎骗朕？皇上，绝无此事啊！是佟贵人污蔑奴才，奴才句句属实啊！皇上，皇上，依兰也愿以性命担保，撒谎的人是静贵人。皇上，其实杀上九保的真凶是奴才才对。谢佟贵人，谢佟贵人。就是说，杀死乐师的很有可能是静贵人。当年静贵人年少无知，的确跟上九保来往过一段日子。不过自从皇上宠幸了他之后，他就安守宫中本分，再没跟上九保来往了。没想到上九保竟然称太后万寿，随戏班混入宫中，重遇静贵人，就借机数次轻薄静贵人。他竟然还用他们以往的关系来威胁静贵人就范，奴才忍无可忍，于是就把他打晕，然后用水把他淹死。奴才自知犯下弥天大罪，情急之下就把他的尸首埋在皇贵妃娘娘的花圃里了。嬷嬷，事情根本不是这样，你为何要这么说？崔嬷嬷，你是不是因为静瑜是你亲生女儿，所以这么做？是，娘保护女儿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奴才为了不让女儿被别人欺负，愿意不惜一切。娘，既然崔嬷嬷已经招认杀人，皇贵妃确实与此案无关，无需再软禁于承乾宫。谢皇上。来人，将崔嬷嬷押入宗人府，择日处斩。娘。
么赶，去哪儿啊？禀敬贵人，奴才只是匆匆路过，别无其他。是吗？你不是要去告诉彩乔，关在宗人府的崔嬷嬷，就是她的亲娘吗？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呢。小菜子，你以为骗得了本宫吗？本宫知道你刚刚去看过崔嬷嬷，还亲口告诉她彩乔就是她亲生女儿。啊，奴才知错，奴才知错，奴才知错。知情不报、栽赃嫁祸、杀人遗失，小菜子你全都有份儿。如果你真把真相告诉彩乔，不止本宫要死，就连小菜子你这条狗命也一样不保。你是不是想跟本宫一同赴黄泉呢？啊？哦。奴才恭请皇上圣安。平身。谢皇上。你们先行退下。这。静瑜，你还是别太难过了。皇上，为何你还对我这么好呢？奴才实在有愧于皇上。哎，静瑜，静瑜，静瑜！皇上，你让奴才死。静瑜，这何苦呢？如今只有死才可洗清奴才的罪孽。哎，静瑜，朕乃九五之尊，你的命属于朕，朕免你一死。皇上嘴里说免奴才一死，但心里仍旧耿耿于怀。皇上很快就不会再记得奴才了。静瑜是朕的爱妃，永远都是。只怪奴才当年少不更事，一个可怜的宫女跟着一个乐师，以为会有好日子过，谁知奴才痴心错付，抱憾终生，最后还害了娘。奴才实在悔不当初。经一事长一智，而且这次也错不在你，朕不会怪罪你的。皇上，小菜子，奴才在。今晚朕留宿钟粹宫。这。奴才恭请皇后娘娘金安。因为皇上刚刚离开钟粹宫，要姐姐久等，请姐姐恕罪。本以为妹妹可以帮本宫除去全皇贵妃这个眼中钉，谁知道却把你跟上九保暧昧之事公诸人前。本宫要你承担这次功败垂成的所有后果。姐姐，这次错不在静瑜。姐姐所谓一石二鸟之计，破绽百出，若非有崔嬷嬷顶罪，令我实在难以脱身。静瑜，你有个那么好的娘，真是几生修来的。妹妹的命真是挺好的，这种福分非人人可享。本宫这次不跟你计较，本宫要你马上想办法替我除去全皇贵妃。害人之心不可有啊！不是谁都有福分，每次都可以瞒天过海的。你不想跟本宫合作了？你不怕皇上看见上九保帮你画的那幅裸画？姐姐，你把那幅画像交给皇上的时候，切记想清楚为何画像会在你手上，否则皇上问起来画像的由来，恐怕姐姐无言以对。姐姐无需担心，皇贵妃始终是你我眼中之刺，妹妹也想将她除去，不过不再是妹妹听姐姐的吩咐而行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皇太后虽然失势，妹妹看似已无所仗，但是姐姐别忘了，妹妹始终是皇上新宠，论地位，论得到皇上宠爱，妹妹在后宫也算举足轻重了。哼！奴才恭请皇后娘娘金安。免礼。谢皇后娘娘。奴才恭请皇贵妃娘娘金安。免礼。
谢皇贵妃娘娘。本宫本来想去钟粹宫，有事向敬贵人问个明白，但是看来，本宫不会得到想要的答案了。对了，妹妹，你一直对崔嬷嬷那么好，想不到最后她竟然反咬你一口。如果承乾宫需要新嬷嬷的话，尽管跟我说，本宫可以再做安排。谢皇后娘娘，依兰的事，无需姐姐操心。对了，两位姐姐都临盆在即，倒不如好好专心养胎，日后后宫之事，妹妹也可代为分忧的。